两人稳住身影后，目光再次凝重地望着那银河之上的虚空。刚刚那道未知神光就是才那里射出，对方的实力似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很多。有意思，你们居然能够抵挡住吴的一击，这就是所谓的神脉力量吗？不愧是天古纪元时期的神族力量。银河之上，空灵之声再次响起，回荡在无垠的银河深渊，让人感受到无尽的神秘和敬畏。不过对方也显然被两大神殿殿主神脉力量的玄奥力量微微感到吃惊。两大神殿殿主的目光紧盯着那道银河之上的虚空处，心中泛起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表情都发生了首次的大变化。就在这时，在那银河之上，一道身披九天神袍的身影如同星辰穿梭，从银河的深渊缓缓走出。他的步伐每一步落下，都有星光伴随着他的足迹洒落，如同繁星落入凡间。他的目光扫过，那股神秘而强大的神圣力量让周围的空间都白嫩的扭曲变形。那是一种超脱于尘世之上的神明之威，让众神都不敢直视，却又无法自拔地被吸引。在这股力量面前，就连原本的天地规则都在为他而改变，更别说是大道在他的面前，怕是显得更为的渺小不堪。他的气息强大而深邃，仿佛能吞噬一切，摧毁所有阻挡在他面前的事物。然而他的姿态却异常的从容，就好像他所在的天地万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就好像一切都在向着一个未知而又注定的终点疾驰。好恐怖的神圣力量，这股力量居然远超大道之上，堪比造化。但是对方的气息又不同于我们这些主神的气息，那是一种更具有神威的气息。难道他是九大神祭司背后的真相？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四目紧紧地注视着那道身穿九天神袍的身影，眼中充满了震撼和一丝情不自禁的敬畏。就算是他们这些大道主神，此刻的心灵被深深的震慑，仿佛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未知的强大存在，更是来自神明至上的意志。周围的星空星河因他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明亮，仿佛所有的星辰都在为他的到来而欢呼。他的身影在星光的照耀下显得愈发的神圣，就如同一位从九天而降的神明降临在这个世界，为这方空间带来新的造化规则。你们这个大宙间的主神竟然还对吴的身份感兴趣，你们就不怕知道了我的身份后对你们会带来无尽的噩梦吗？那位九天神炮的身影周身散发着一丝丝玄奥的神光，他的面容依旧是无法被看清，即便是大道神魂力量去探知，也是无法洞穿那玄奥的神光。噩梦，你究竟是谁？为何我感觉到你身上的气息与我们完全不同，但却比我们的神之气息更加的神圣？一连串的问题驱使着他们的好奇心，两位神殿殿主非常想知道对方的真正来历。呵呵，我刚刚和你们说过，你们要是想知道我的来历，那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生命。一道轻蔑的笑声从那九天神袍的身影上传出，面对两位拥有着神脉力量的两位神殿殿主，丝毫没有表现出一丝忌惮，甚至在他的那双眼瞳中早已经洞穿两大神殿殿主的所有秘密。然而一听到对方如此大的口气，两位神殿殿主立马怒斥一声：笑话，你还真当我们是10年前的神殿殿主吗？自从10年前他们在神明三王的帮助下，成功让他们的神族血脉力量苏醒，才有了如今的神脉力量。只要有这股力量在，就算对方是一位超脱大道之上的恐怖存在也不惧。有气魄，不愧是那个神族的后裔，的确你们的神脉力量很强大。可是如果我所料不错，你们的神脉力量只能维持几刻钟的时间，一旦时间一到，你们的神脉力量将会陷入沉睡。所以说，只要将你们耗个长时间，你们的神脉力量也就无法施展了。说话间，那道九天神袍的身影，其脸上浮现出一抹洞察先知的笑容，紧接着继续道：还有这次你们进入神藏之中，应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来到此处吧？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的双拳紧紧握拢，并且他们的内心早已经波涛汹涌，心里想着为什么自己的秘密对方都知道？难道对方真的可以做到未卜先知？虽然这样的大能对于在神界域世界的某些神族之中也存在，但对方似乎知晓得更为的详细，这让两大神殿殿主心中掀起波澜。你们不用刻意去想破头脑疑惑吴是怎么知道你们的这些事情，因为吴的大能可不是你们这些主神刻意触及。这里存在着数个大道机缘，而其中有一道机缘应该就是能够帮助你们解决如今的自身问题吧？吴是不是没说错？两位神殿殿主的心跳都快了几分，自己心中的秘密似乎在这位九天神袍的身影面前根本隐瞒不住，而对方却是无法被看穿任何一丝秘密，双方的实力也一目了然。两位神殿殿主抬头直勾勾地仰望着那身穿九天神袍的神秘身影，虽然无法看穿对方的秘密，但能够感受到他那神袍摆动间就散发着能吞噬周遭的一切的力量。神罗殿殿主的眼神如利剑一般锐利，却在对方那看似平淡的目光下微微颤抖。他深知自己和天罗兄体内的神脉力量虽然很强大，
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弱点。这股力量会随着他们施展后的几刻钟暂时陷入沉睡，使他们暂时失去神脉力量。而没有了神脉力量，他们就算二人联手都不是其对手。这个秘密本以为埋藏的无人能窥视，然而这位神秘身影的出现，却让这份只属于他们的缺点在裸露的烈日之下无处遁形。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紧抿着唇，额头隐现汗珠，他们依旧坚定地凝视着对方，试图从对方那无懈可击的身影上寻找一丝破绽。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看到的只是对方深邃如海的模糊轮廓，想要窥视对方的真容，简直就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见到两位神罗殿殿主并没有回答问题，九天神袍身影也不再与他们浪费口舌，一股可怕的浓烈杀意瞬间从他身上爆发而出。既然吾降临这里，你又打伤吾的祭司，那么你们二位就当为吾的神祭之物吧。那道九天神袍的身影话语刚落，他身后浩瀚的银河竟是被一股无形的神圣力量分割，缓缓分裂成两道璀璨的星河。这两道星河之中蕴含的毁灭力量，竟是远远超越了之前九大神祭司所施展的数倍不止。其中星辰闪烁，如同无数智慧生命在眨眼传讯，那股神明之意愈发的清晰，直逼人心。两位神殿殿主面对着超乎想象的浩瀚力量，其脸色顿时变得凝重。他们能清晰感受到对方的这股力量远非他们以大道神力所能抗衡，身体也不由自主地紧绷如拉满的弓弦。天罗兄，对方绝非一羽之辈，他可比九大神祭司联手还难对付多了，要小心些。在即将发生一场激烈的生死战斗前，神罗殿殿主提醒道。天罗殿殿主点点头，他的神情非常的严肃，不敢有丝毫的轻视。他们迅速催动体内的神脉力量，只有神脉力量才能够抗衡对方如此恐怖的存在。就在两位神殿殿主准备联手施展全力对抗眼前的神秘强敌时，就在此刻，一道声音打破了现场紧张的气氛。这道声音从远处传来：“原来你在这里啊！”声音平静而深沉，似乎穿透了无尽的虚空，只一瞬间便让整个空间为之一静。两位神殿殿主眼神一凛，神脉的力量更加剧烈地波动起来，全身上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这一刹那，空气中似乎凝固起来，数道身影如同幻影般突兀地出现在了两位神殿殿主和那位九天神袍身影的视线当中。随着这数道身影的出现，一股强大的气息如同利刃一般逼人心神。而两位神殿殿主看见来者是萧炎、沐尘以及神元宫等众人时，目光中闪过一丝惊异，随即转化为释然。他们长舒一口气，有些惊讶的道：“是你们两位，还有神元宫的三位主母。”虽然他们与萧炎和沐尘并不算相熟，但他们的名声在诸神万界中早已如雷贯耳。但是对于神元宫还是非常的熟悉，虽然他们是超神巅峰势力，不过神元宫的那位元尊倒是他们非常敬佩恭敬的存在。所以一见到神元宫的115瑶苏佑薇三位主母时，脸上紧绷的皮肉也是放松了许多。萧炎、沐尘对着神罗殿殿主和天罗殿殿主微微一笑，拱手招呼道：“两位神殿殿主前辈，刚刚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感受到有两股恐怖的气息，没想就是你们二位。”萧炎小兄弟、沐尘小兄弟，还有神元宫的诸位，你们也来了。两位神殿殿主回应招呼道。盘龙夭夭等人也是一点点头，毕竟平日里他们也有着一些交易上的来往合作，所以算是老熟人了。萧炎、沐尘和两位神殿殿主简单的招呼完了后，他们的目光深邃，便是正式的看向上空处那位身披九天神袍的神秘身影，仿佛要从那道神秘的轮廓中探寻出什么秘密。上空的九天神袍身影仿佛感受到了下方的动静，他俯瞰而下，似乎在审视着下方的这些来者。萧炎、沐尘的目光与那九天神袍身影遥遥相对，双方都在试图从对方的眼神中解读出意图。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和期待，仿佛下一刻即将迎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对决。果然是你，之前一直夺取神藏中诡异石碑的那位九天神光的神秘强者，终于是再次遇到你了，这次你跑不了。